为何说明朝亡于万历？也不知道是谁啊，问了我这么一个浅显易懂的问题，还说什么万历把文官给整抑郁了。你说你好几十年不上朝、不理政、不批折子，内阁停摆，整个中枢机构全面瘫痪，造成政务堆积如山，官员们退的退，死的死，十几年也不补新人，因为想进新人得需要您皇帝老儿批准，最后内阁空无一人，如此懒惰怠政，稍微有点良心的都得给整抑郁了。再者说了，我前面说那话也不全对啊，万历那哪是让文官给整抑郁了呀，是文官把他给整抑郁了吧？争国本争了半天，争不过一群巧舌如簧的文人，连皇权都无法发挥最大效能，最后自己躲进深宫，懒散懈怠，不理朝政。你当你自己是鸵鸟，把脑袋藏起来，眼睛遮起来，问题就不存在了吗？当然了，咱退一万步讲啊，你说你懒惰怠政吧，你就什么都不做，那也挺好的。结果这小子还贪财啊，他指使一大堆太监以矿监税使的身份，打着开矿和征收商税的名义，下到地方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脂民膏啊！最逗的是啊，万历他下旨时口口声声的说，这矿税收上来的钱一部分归户部，一部分拿来修三大殿啊。结果呢，这三大殿拖拖拉拉修到万历死也没修完，户部呢也一分钱没见着。这就不说了啊，关键各地税官正常该收的税款也都被他们给截留了啊！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？一部分进了万历的秘密小金库啊，一部分进了太监们的腰包啊。经他这么一瞎搞啊，各地本就脆弱的经济结构啊，近乎崩盘啊，可以说是民不聊生啊。更可怕的是，军队欠饷问题严重啊，战意全无，九边形同虚设。最后啊，还有人狡辩呢啊，说万历重用张居正改革啊，怎么明朝就能亡于万历了啊？我就不知道您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了啊！张居正改革的时候，万历还撒尿和泥呢，啥也干不了，他能重用个屁呀！啊，等张居正一死，万历啊这被束缚的手脚总算是给放开了啊，开始放飞自我。他亲政之后的第一件事，那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呀！他把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差不多全废除了啊，原来存在的各种弊政再次卷土重来。关键这小子还记仇啊，人家死都死了，他还非得反攻倒算，秋后算账啊，把人家家给抄了，家属尽皆流放啊，真可谓是小肚鸡肠，刻薄寡恩啊。实话实说啊，明朝历代皇帝虽说大多也都不是啥圣君明主啊，缺点啊都很明显，但也算是各有其亮点啊。只有万历啊，那是又懒又贪又昏又暴又好玩啊，可以说是五毒俱全啊。关键这样的皇帝，你说你早点嘎嘣的也行啊。结果这小子在位48年，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啊。明朝后期啊，几乎所有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因万历而起啊。比如说宦官专权问题、文官党争问题、辽东女真问题、三饷家派问题啊，这可真是天王大明，时也运也了。